一个动作，一杯茶让膝盖软骨重生，不吃药，不打针，每天只要10分钟。香茅、青苹果帮助膝盖软骨重生。材料：5根香茅，2个青苹果，全部切块。做法：1. 将香茅洗清洁，然后拍扁；2. 将青苹果洗清洁，然后切成小片，将芯去除；3. 加水盖过材料，用小火煮到苹果变软。也可以用 slow cooker 从晚上煮到隔天早上。4. 然后喝着香茅青苹果茶，不要添加任何东西哦，一天喝1次，有助膝盖软骨重生。另外分享膝盖保健方法。既无需吃药，又不用打针；既无需吃药，又不用打针。如能改善耗损的膝盖，增加其使用年限，何不试试看呢？很简单，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保健您的膝盖。到了某个年纪，膝盖不感觉到酸痛、灵活度不够的人几乎很少。其实，只要您感觉到身体上的部位有存在，那就是不对，有问题了。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年轻的时候会感觉到脖子、颈椎酸痛胀麻吗？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吗？会感觉到行动时四肢无力吗？会感觉肩膀、手肘酸痛吗？这答案肯是不会的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不舒服的症状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气血不通，不活络顺畅，阻塞了。就像都市里的下水道，使用久了淤塞了，不通了。所以要保健膝盖，就是要活络这个部位的气血。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保健您的膝盖。1. 使用手掌拍打膝盖的外侧、内侧各2分钟，这样子就可以活络脚上外侧的胆经、胃经以及内侧的脾经、肝经、肾经。2. 再来拍打后膝窝的部位2分钟，活络膀胱经。3. 再搓揉膝盖2分钟，最后跪膝2分钟。飞蚊症拜拜。台湾医师研究，吃凤梨会溶解黑点点，创世发现登美国科学期刊，造福全世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中老年人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情况比较多，比较常见的就是飞蚊症。其实，飞蚊症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，老是觉得有一个黑点在随着视线的移动而移动，但是伸手去抓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。这就是飞蚊症的表现症状。飞蚊症一般多发作在中老年人身上，是眼睛玻璃体的一种致自然的老化现象。也就是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眼睛里的玻璃体会逐渐的老化，玻璃体液化，产生一些浑浊物。这些浑浊物则是由玻璃体的变性所引起的，形状也是不规则的，有的是点状的，而有的是线状，还有一些面积更为大点的椭圆状。正常情况下，飞蚊症虽然对人体没有什么重大的伤害，但是会影响了我们看东西的视线，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。同时，如果飞蚊症产生病变，则很有可能会导致眼睛的失明。台湾1年4季都盛产凤梨，大家也都知道它的营养素相当充足，平常没事吃凤梨可以让身体比较健康。不过你知道，其实凤梨不止好吃，又能保养身体，甚至还能改善飞蚊症吗？根据 ET Today 报道，国内近日有一项历时3年的最新研究发现，飞蚊症患者每天吃100到300公克的凤梨，3个月后平均可减少70%左右的飞蚊症症状。更棒的是，全球首次发现的研究结果目前也已经刊登在4月的美国科学期刊上了。研究人员认为，可能是凤梨中的酵素可分解微纤维增生的细胞外物质，及增加玻璃体中的抗氧化物，以减缓活化氧对人类水晶体的破坏。据报道指出，该研究由大仁科技大学药学系与辅英附设医院花费3年时间所完成，利用台湾盛产凤梨当作玻璃体溶解术的水果，尝试利用其生化与药理机转以清除人类的飞蚊症。受测者共388名，平均年龄42岁。按照患者的严重状况分为低剂量、中剂量和高剂量3组，并让他们每天在午餐后依组别服用1片、2片及3片，每片重量约100公克的凤梨。结果，参与研究的辅英附一眼科医师洪启廷表示，结果发现388名受测者在服用3个月后，分别由100%的飞蚊症降至45.5%、37.8%及30.2%，且飞蚊减少的百分比和午餐后凤梨所给予服用量呈现正相关，代表服用凤梨越多，对于减少飞蚊的效果越大。
4月发表在美国科学期刊的实验证实，定期定量服用凤梨，可在3个月后平均减少55%到70%的飞蚊症。共同参与研究的大人科技大学药学系谢伯全教授指出，以往在凤梨中可萃取出许多酶或蛋白质，以提供药学上抗镇静与发炎、抗水肿、抗血栓、纤维溶解功能。治疗范围包括急性发炎、运动伤害、改善心血管异常、月经异常、减少肺水肿、减肥等功能。至于可有效治疗人类飞蚊症、视网膜裂孔、预防视网膜剥离等，则是全球首次发现。更棒的是，在使用上也没有任何后遗症。洪启廷推测，难搞的飞蚊症之所以可靠凤梨溶解与崩裂消失，可能是因为凤梨的水萃取物中含有丰富的凤梨酵素，可分解微纤维增生的细胞外物质，并且有效的水解。减少玻璃体的拉扯、视网膜破洞、裂孔，甚至能避免视网膜剥离与失明。另外，凤梨中富含维生素 C， 为玻璃体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来源，可减缓活化氧对于人类水晶体的破坏，预防白内障。最后，洪启廷也解释，飞蚊症的形成在于患者因眼部玻璃体液化而产生混浊物，眼前会出现如飞蚊般的黑点，而主要致的原因是老化或与用眼过度有关，常会造成患者中央视轴或周边视野布满小黑点，直视白纸或蓝天时会看到飞蚊所造成的视觉困扰。不过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虽然目前研究发现吃凤梨可有效降低飞蚊症，但由于凤梨的糖分含量比较高，吃太多恐有血糖升高的疑虑，因此若是糖尿病或有相关状况的民众，还是建议适量食用就好，不可当饭吃。至于剂量或其他替代品的考虑，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。一般来说，缓解飞蚊症的方法有以下几点：一、多让眼睛休息。用眼过度时可能会引起生理性的飞蚊症，但生理性的飞蚊症不需要治疗，只要我们能够适当的休息，并且在长时间用眼的时做到每隔10分钟休息一次，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。二、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维生素 C 对于人体的眼睛很有帮助，所以中老年人可以多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比如橘子、柳丁、柠檬、海带、紫菜等。三、热敷眼睛。热敷眼睛能够有效地减缓飞蚊症的症状。当我们眼睛感到疲惫或者酸痛的时候，可以用热水袋或者毛巾进行热敷，坚持热敷一段时间，就可以较好地减轻飞蚊症的症状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每次都敷时间不能太长，以免烫伤眼睛。四、进行日常的眼部按摩。每天空闲的时候对眼睛进行适当的按摩。按摩时使用手法可以参考眼保健操，按摩时的力度不宜过重，按摩完要稍作休息，然后尽量远眺，长时间坚持会有一定的效果。其实治疗飞蚊症并不会很难，只要做好日常的一些眼部护理，避免疲劳用眼，避免在光线较暗的地方用眼，就能够很好的缓解飞蚊症了。长期咳嗽带痰，提醒6种食物就要戒口了。生活中咳嗽是一种常见现象，当咽喉、气管及支气管受到刺激，会将肺内气体通过咳嗽的方式从气道排出，来防止呼吸道产生的分泌物累积。它是保护呼吸道健康的一种机制，为正常人体的神经性反射。咳嗽正是说明身体免疫系统正常。一般情况下，咳嗽不会超过1周。若发现咳嗽持续15天以上，要检查是否感染支气管炎或肺炎。人的脾是痰的来源之所，而肺是存储痰的器官。咳嗽并伴有痰的情况下，需要养护好脾和肺，因此咳嗽期间要吃利于脾胃消化的食物。若饮食不当，食物就会转化为垃圾和痰湿留存体内，造成久咳不止。这6种食物，咳嗽期间最好别吃。一、不吃油腻的食物。痰多咳嗽多半与肺热有关，若在此期间摄入大量含脂肪和热量高的油腻食物，会加重肺热，导致体内湿气滞留过多，加重咳嗽症状。生活中，大家也能发现，在吃了过多油腻食物后，痰的粘稠度有增加现象，并且很难咳出，而清淡的食物会让喉部更舒服。二、不宜吃凉性的食物。肺是最怕寒气的器官，气候一旦寒冷，肺部便会出现明显的反应。对于正在咳嗽的人来说，此时若吃入未加热的食物或是吃冷饮，这是直接将寒气请入体内，伤害胃和肺，导致胃功能下降，使大量湿气聚集，痰多不能及时排出，加重咳嗽症状。三、控制肉、蛋、海鲜的摄入。
在咳嗽期间，不要因为身体虚而进行大补，去吃太多的肉、蛋及海鲜等食物。生病时，人的气血较弱，消化能力有明显下降，胃口也变差很多。饮食要根据消化能力来适量进行，若补充过多，未经消化的食物将变成垃圾，在体内生痰，不利病情好转。4. 少吃冻水果。大部分水果属于凉性，即便是少部分热性水果，在未加热的情况下，属于生冷食物，有助湿气增加，易生痰，是咳嗽期间的大忌。咳嗽期间要慎吃水果，尤其是体质偏寒人群，真要吃，也需要加热后再食用，以免加重痰湿咳嗽症状或引起反复咳嗽。5. 尽量少喝牛奶。中医讲究药食同源，牛奶也可当做一味药来看待。任何食物都有它的禁忌，牛奶也不例外。牛奶适合患热风的人群服用，而患冷气者不适合服用。若属于风寒咳嗽，且体质本就偏寒，需暂停牛奶的食用。若实在想喝，将牛奶加热后放入2片生姜来去除寒性。6. 少吃甜食。肝是入脾的，日常食用肝淡的食物对脾胃很好。这种肝淡是指山药或大白菜及五谷本身的回甘之味，而过甜则会伤脾。过甜的食物如奶油、奶酪、巧克力等，属于人工调味而来。这类食物口感虽好，但有生痰助湿的作用。在咳嗽期间，食用一些糕点之类的食物，30分钟后，咳嗽有明显加重的现象。因此，这个时期最好不要吃过甜过燥的食物。不但痰多咳嗽时要少吃或不吃这几类食物，在平常时也要避免过量食用。日常的养护才能保障脾胃的健康，以维持正常的功能，让人免受疾病之苦。生活中大家不妨多吃些如萝卜、陈皮、百合等，有生津润燥、理气健脾、止咳化痰的功效，可增强脾胃。